黑红今天要特别和你分享一个大部分的人在学习画图的过程当中都一定会遇到的一个大难关，就是画出各个不同角度的人脸。过去我曾经做过一些教学来和你分享这个人脸五官的比例哦。透过这些比例呢，你能够画出比较好看的人脸五官。但是很多的人一旦改变了一个角度，不管是两头、低头、侧脸等等的角度的人脸啊，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画了。所以今天呢，黑红要特别和你分享3个不同的方法，都可以帮助你，让你可以画出各个角度不同的人脸哦。在影片开始之前，黑红要在这边和你说一下我有制作一本迷你电子书以及一堂免费课程，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想要学习电绘的你快提升画技，所以赶紧到底下描述栏里面去点击链接免费领取咯。在我们使用这3个技巧来画出各个不同角度的脸部之前呢，我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我们脸部五官之间的一个比例跟距离。如果你有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脸部五官的比例的话呢，可以去看我之前的教学。那在这边呢，我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和你做一个说明哦。首先我们可以先画一个圆，在这个圆的中间画上一个十字线，而这个十字线的横线呢，就会是我们眉毛的位置。接着在这个十字线的横线上方，我们可以将上半部的圆区分成3等份，下半部的圆也区分成3等份，而最上面的那1/3的位置呢，将会是我们的发际线的位置，而最下面1/3的位置呢，将会是我们鼻子的位置。我知道这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不用担心，我们在这个圆的下面呢，再增加一个圆直径的1/6，那这个位置呢，就会是我们脸部下巴的位置。在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五官比例的相对关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如何运用在这3个技巧当中，去帮助我们画出各个不同角度的脸部了。首先第一个技巧呢，是我们可以先将我们的头部想象成有一个圆球，而这个圆球的两边呢，都做一个切片。切片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下颚的部分。有了下颚之后呢，其实跟我们头部骷髅头的一个样貌是很像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尝试来用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体积来画出各个不同角度的头部。简单来说呢，我们就是将我们所想要画出来的脸部的角度，用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化的体积去将我们头部的角度画出来。那这样子的一个画法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整个头部的简化版哦。所以说其实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绘制各个不同角度的头型，其实会相对的容易比较多。即便这样子一个简化头部头型的一个方式来做绘画，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困难。不过这个部分没有关系，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可以多画多尝试。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呢，你不一定要画得非常的精确哦，除非说你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可以让你去做参考，那你就可以把它画得更加的精确。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你可以先画一个大概，那之后你画完了整个简化版的头部之后，如果你有觉得比较奇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呢，那你可以再做一些修饰跟调整，尽量让自己所画的简化版的头部可以呈现出比较真实的一个方向跟一个位置。那在我画完了不同角度的头型之后呢，我可能也会根据我所看到觉得有些比较奇怪的地方再去做一些调整跟修饰。因为如果我在这边可以画得更精确的话呢，我等一下在画人物的头部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但如果我在这边画得不够精确的话呢，我可能等一下在画头部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除非你是已经很熟练了，不然在画结构的时候尽可能的让结构可以更加的精确，会是比较好的。当我们简化的头部都画得差不多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为我们的头部标示出五官的基本位置。在我们画好了这一些基本的参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所画的这个简化的头部之上，直接绘制出我们想要绘制的脸部了。在这边我会用比较快的速度带过，因为绘制人脸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主要的差别只在于你将简化的人头画上了人脸之后，这个过程你还必须同时思考如何在这个简化后的这个人脸上面加上肉感。毕竟我们的五官并不是直接贴在这一个简化后的结构上面，所以在绘制完这一个简化的头部之后，我们在绘制人脸五官的时候，就必须同时思考怎么样增加角色脸部的肌肉。那这个部分就需要你再多加练习和观察了。在我们完成了这一些基本的人物脸部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些修饰，像是在头发的细节上，或是人物的五官上，如果觉得有哪里比较奇怪的话呢，都可以再做一些调整跟修饰。
好让我们人物的脸部可以看起来自然又好看。所以以上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将人物的头部简化成一个球体加下颚之后的一个结构，再透过这样的一个结构，简单的去画出各个不同角度的脸部。那接着我们可以来看第二个方法在第二个方法当中呢，为了让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可以让你更加好记，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去画出一个球体，并且呢，我们可以再增加一张纸。那这个球体呢，基本上我会将它设定为长宽直径是1，那这一个纸的长度则会是1又1/6。那这样加起来的话呢，就会像是一颗球被这个纸包住了半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也可以是我们简化脸部之后的一个状态。那我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在欧美，他们那边会有一些人，他们是会觉得可以用像是转弯的纸来做一个脸部的简化，但是我觉得转弯的纸可能太过于单薄了，所以我一般来说还是会觉得可以增加一颗球体在这个纸当中，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简化后的头部是有体积感的。所以在这边呢，我就稍做一点小小的改良，来让这样子的一个简化后的头部可以更加容易去理解那在我们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简化后的头部的结构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尝试来画出各个不同角度的这个简化后的头部来试试看。那在绘制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每一颗球体都不可能把它画得完完全全的圆嘛，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绘制这样子的一个球体的时候，也可以去注意一下你是否有把一些球体画得比较宽或比较长，这些部分其实我们都可以再做一些修正，没有关系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试着用各个不同的角度画出这样子的一个简化头部的结构，来看看自己是否能够画出这一些角度。在我们都画的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去进行一些微调，像是把一些头部的部分可以拉长一点，看起来不会这么的宽，或者是拉大拉小都可以的，就是去调整出自己觉得看起来比较 OK 的比例。那在调整的差不多之后呢，我们一样的将我们脸部的这一个五官比例，就可以把相对的比例、位置跟关系画上去，这样子就会方便我们等一下利用这一个结构来绘制头部。OK， 在我们画完了第二个比较简单的简化头部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将人物直接透过这样的简单的结构来画出各个不同角度的脸部。在今天的示范呢，我其实都是画同一个人物的发型跟脸部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方便你去看一下。我们一般在画一些角色的时候，我们想要尝试画出各个不同角色的脸部，但是很长时候是我们都很难把它的不同角度画得很一致那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教学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让你试着用这样子的技巧来画出各个不同角度的脸部，那尽可能的试着让你的每一个角色不同角度的脸部都可以尽可能的保持一个一致性。当然一致性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可以的话呢，我们可以透过多次的练习，慢慢的去抓到一些诀窍跟技巧。那重点呢，还是在于你的练习状态有些方法你知道怎么样去画，但是如果你不练习，你也很难去抓到故中的诀窍那在这边呢，跟第一个技巧的绘画过程也是一样的我们如何在这个简化之后的头部去增加这个人物脸部的肌肉，其实是我们在绘画这些人物脸部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在绘制这个头部跟脸部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不能将我们的五官就直接像是贴在这一个球体或这个纸张上面一样这样子的话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奇怪。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些简化之后的一个绘画方式，其实主要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跟辅助的技巧。事实上，如果你想要把东西画得更加精确，当然还是要更加细腻的去了解每一个物体本身结构的状态，才会是最有可能让你画出更加精确的作品。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相关的知识，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怎么样去精确的画出各式各样不同的物体的话呢，也欢迎去观看我之前制作的一个免费的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呢，都会和你说明我是怎么样去绘制这些东西，以及怎么样去学习绘制这些东西的。OK， 那到这边我们利用第二个小技巧来画出各个不同角度的人脸也差不多完成了。比较有趣的是
透过这一个方式，我所绘制的头部好像比较没有大动作的更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方式可能比较适合我。但不管怎么样呢，我相信第3个应该是最适合所有人的方法。接下来第3个，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开外挂的方式哦，就是使用 Clipper Studio Pen 的 3D 辅助工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3D 辅助工具呢，你可以直接的将 3D 人头模型抓到 Clipper Studio Pen 里面去，直接摆出你想要的脸部角度，然后就可以直接做绘画。其实这个方法真的超级方便的。那在这边我会介绍这一个创作者哦，他真的是还蛮好心的，就是他有制作一个免费的 3D 头部模型，让所有的人做使用。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只要将这个素材拉到你的 Clipper Studio Pen 里面去，直接摆出你想要的脸部角度，那就可以直接做绘画了。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哦， Clipper Studio Pen 的 3D 模型呢，基本上它只能使用在 Clipper Studio Pen 这个软体里面哦，在其他的软体当中就没有办法做使用。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也可以使用这样子非常方便的 3D 辅助工具来帮助你绘画的话呢，请不要错过使用 Clipper Studio Pen 这个软体，真的非常方便。那在这边就稍微让你看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用这个3D 头部模型来摆出我们想要的角度。首先呢，我们可以直接将我们的素材直接拉到我们的画布当中，就会可以看到这颗头部。那这颗头部呢，我们可以在左边的部分呢，直接选择这个就是选取物件的部分，我们可以点一下它，点下它就会出现这一个很像可以控制的一个控制轴，这时候你就可以到处控制，有没有？在这边就是大小的部分，然后这个像是这个就直接把它拉长拉短，然后像是这个可以移动位置，这个部分移动，那再来就是旋转，有没有？将人物的头部旋转，然后红色低头仰头，现在像是这样子的话，有一点60度角，那我们这样子有45度角。然后也可以这样子转歪头，往前歪往后歪，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辅助工具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像上面的话呢，基本上你一样的就是可以动它，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部分去做调整的。其实它有非常多的按键，你都可以尝试去玩看，去摆出你想要的位置。那或者是说像是这个可以把头拉长或拉短，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有点像是捏脸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一些工具都是非常方便的，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随时摆出你想要摆出来的一个角度。那直接在这样子的一个参考当中去做绘画，就会让你的绘画变得更加的真实，而不会说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绘制你想要绘制出来的脸部角度。所以在我们知道有了这样的一个 3D 辅助工具，以及如何去摆出我们想要摆出的脸部角度之后呢，我们现在黑红就直接示范我摆了几个不一样的脸部角度，并且透过这些脸部的角度来绘制我想要绘制的人物脸部。那其实绘制人物脸部的概念都是一样的，唯一有一点小的不同是，透过 3D 辅助工具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的脸部本身就已经是有肌肉的了，所以说在你绘画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比较能够去抓到一点肌肉的感觉哦。虽然说我现在要画的这个人物跟 3D 的辅助工具的头部不是很像，但是呢，我还是可以至少抓到一点肉感的感觉去做绘画。所以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非常会画图的人的话，我个人会觉得第3个这样子的一个 3D 辅助工具对你来说会是更快上手的，因为透过前面1或2的技巧呢，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绘画的基本功，像是对于人体肌肉有一点基本的概念，再用那样子的方法去做绘画会是比较容易比较快上手的。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功或者一些人体肌肉的一些了解或五官的了解的话，那你真的是不容易上手。那就用第3种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绘画，可能你会觉得比较容易一些。那在这边有一点比较有趣的是即便这一个 3D 辅助工具的脸呢是已经帮你弄好肌肉了，那你也会发现我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好像还是会去做一些调整，跟这一个参考有一些差距原因就是因为我想绘制的人物是属于比较男性化的人物，那这一个参考给我们使用的这个头部呢，感觉比较偏向于女性化的头部。所以说在这边的话呢，我自己个人也会根据我的一个像是创作的需求，所以在绘制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可能跟这个 3D 的辅助头部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绘制出来还是好看的。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真的一定要透过你长期的练习画图，才有办法慢慢的抓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审美。所以在这边我一定要提醒你，在看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呢，请一定要拿出你的绘画工具来做练习。一开始练习可能没有办法画得特别好，没有关系，但是根据你多次的练习以及经验之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应该要照着参考去绘制，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而跳脱这个参考来做绘画。好了，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如何绘制各个不同角度的脸部的3个小技巧啦。OK， 在看完今天这3个不同的技巧来画出各式各样不同角度的人脸之后呢，你觉得哪一种方式对你来说会是比较好用的呢？其实很多的人一定会觉得说，第3个好像比较好用哦，因为好像是开外挂一样哦，突然软体里面就有一个3D 辅助工具，直接让你画出有立体感的这个人脸，感觉是非常棒、非常好用的。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本身就不是用 Clip Studio Pen 的人呢，那你可能就会需要使用第1种或是第2种方式来帮助你画出各式各样不同角度的人脸了。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呢，你都可以去尝试看看，试着去练习出你觉得最适合你的方法，来画出各式各样不同角度的人脸。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是你看完了这支教学影片哦，所以呢，请你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呢，确实的能够拿出纸笔来跟着练习，不管是练习1次、2次也好，如果觉得练习的不够，可以再多3次、4次，试着让自己真正能够把这些知识学进去，并且画得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呢真的对你有些帮助的话呢，不只要拿出你的纸笔来练习，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将它分享给你身边喜欢画图的好朋友们。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想要画出自己的角色，也希望能够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角度来画出自己角色的脸部，但是很多人却困扰于不知道该如何画出各式各样不同的角度的脸部。所以呢，将这一支影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让你们都可以一起画出好看而且是各个不同角度的角色脸部，那一定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呢，把这支影片除了你自己学习以外呢，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想要学习的好朋友们。好了，那最后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新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哦。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不用害羞，直接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也许将来我也会为了你制作一支影片来好好回答你的好问题哦。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生活你的颜色。